普通人若想成功，就得卷起来。但选对赛道很关键，只有存在公平竞争的地方，才有往上爬的可能。那些靠血缘、关系、资历砸钱的领域，和普通人没什么关系。这不是空谈，而是经历史和现实验证过的财富法则。先来说说阶层流动。社会分层与阶层流动是不同概念，前者关注的是谁得到了什么，后者则关注为何得到。从谁得到了什么角度来看，有产和无产是常见的分层方式。那么什么是有产呢？是拥有资产吗？比如房子，对于中等收入的工薪阶层来说，买了房是否就成了资产阶级？实际上，房子在涨价且能流通时是资产，降价时就可能成为大坑，甚至能毁掉普通人的一生。不管怎么算，有些倒霉的人都算不上资产阶级。那什么是资产阶级或者上层精英呢？拿买房来说，上层精英能精准把握买房时机和地点，从而获利。而有些人盲目买房，只是陷入了阶层跃迁的财富幻想。中产往往在此处栽跟头，因为上层是主导者，中产只是跟风者和接盘者。区别就在于上层精英占有社会资源，这些资源或有形或无形，值得深入研究。很多人没搞清楚，以为有房就是有产，就是资产阶级，其实不然，能通过房子实现财富收割才是标准。如果只划分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里的有产并非指拥有资产，而是占有生产资料。生产资料是能够获取利益的东西，更确切地说，是参与利益分配的资格。无产者并非没有机会获得利益，而是本身常被作为利益分配的对象。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人能分配利益，而有的人只能被分配？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主题，阶层是如何流动的。一、两种公平观。由谁有资格分配利益和这种资格是如何获得的这两个问题，衍生出两种公平观。第一种公平观认为，他有好工作而我没有，这不公平，我也应该有，大家都应一样。这种都一样就是均贫，比如吃大锅饭，这叫结果公平。第二种公平观认为，人生来就存在差异，有些人能力强，均贫会抑制劳动积极性，应确保所有人都有相同的致富机会，即机会公平，也叫程序公平、制度公平。历史上曾追求过结果公平，但失败了，如今更注重程序公平，不过仍有人用均贫来误导大众。了解这些内容后，就能更好地维护自己的观点和利益。那什么样的程序是公平的呢？先看看历史上出现过的机制。推荐两本书，虔诚的《历代政治得失》和王亚楠的《官僚研究》，他们对阶层流动的历史演变有精确的总结。首先是血统世袭。古代中国的皇权继承、分封世袭靠的是血统，欧洲在大革命前也是如此，通过血统区分贵族和平民，比如《权力的游戏》中，看族徽和姓氏就能大致判断身份。严格来讲，按血统分封建国才是封建，但现在我们习惯把皇权专制产生的官僚主义和思想禁锢统称为封建主义。实际上，中国的封建制在战国时期就瓦解了。当时诸侯纷争，能壮大的诸侯就能吞并他国，世袭贵族在竞争中往往很弱，而兵家、法家、墨家、纵横家等专业人士更具优势。于是布衣倾向开始进入权力中心。秦国为了崛起，任用大量外籍职业经理人，征辟选拔逐渐取代了世袭继承。秦始皇强化集权，非分封，立郡县，向地方派遣中央选拔的官员，经汉武帝强化后形成了官僚制。但皇帝不可能面试每一个官员，于是有了推荐制度。《陈情表》中李密提到前太守窥察臣孝廉，后刺史荣举臣秀才，这里的察举就是推荐。然而推荐制很快被滥用，官位虽不能世袭，
但可以互相推荐亲属，形成利益裙带关系。到东汉后，这些利益关系形成了门阀。例如袁绍家43公，势力强大，门生故吏无数，他们推荐的人都听从袁家，门阀垄断了上层通道，实行9品中正制，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出身决定命运，努力变得无关紧要。门阀势力强大到魏晋时能与皇帝抗衡。后来隋唐统一，皇帝为削弱门阀，开创科举制度，为寒门子弟，这里的寒门指门阀以外的贵族，开辟了升迁通道。在印刷术发明前，读书成本很高，只有富人才读得起书，但读书是平民为数不多的上升途径，于是家族会集中力量培养有天赋的年轻人，他们成功后便能光宗耀祖。范仲淹的范氏义庄就是这样产生的。宗族取代门阀成为地方势力后，有人会问，皇帝打击门阀却不打击宗族，反而宣扬以孝治天下来支持宗族。原因如下：首先，皇家本身就是最大的宗族；其次，宗族封闭性强，威胁不到皇权；最后，宗族是地方保守势力，族老劝年轻人不要躁动，这种保守符合统治者的需求。而且君权父权是一体的，女性主义反对的父权制、宗法制本质上是皇权的衍生品，认识不到这点就无法触及问题核心，只会加剧底层矛盾。除了产生宗法制，科举给皇帝带来的好处还有：一、单一晋升通道。意思是平民若想出头，只能走读书当官这条路，而这条路被皇帝和高官牢牢把控，平民就必须依附于他们，做到听话、温顺、忠诚。二、思想控制。把四书五经、三纲五常列为科举必考内容，有志向的人就会自愿进入这种思想束缚中，还以为是迈向成功的途径。无论是荐举还是科举，最初目的都是打破阶层固化，但最终都因掌权者的私欲演变成其他形式的世袭。这里有个明显的规律，任何专制者要想稳坐高位，都必须亲自掌控赏罚体系。就像黄粱梦所呈现的，顺从者受赏，违抗者受罚，恩威并施，才能让后来者依附自己，为己所用。试想一下，如果年轻人完全靠制度晋升，还会依附于你吗？那样你不就失去控制权了？所以在自上而下的专制体制下，任何制度最终都要服从人治。人都有自私的一面，若你富有了，难道不会为子孙考虑？所以人治社会的上层往往陷入世袭和固化，变得低效。从上层来看，无需努力就能继承地位，那努力还有何意义？从下层来看，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上升，努力又有何用？世袭和固化导致低效，相对而言，竞争和流动则带来高效。换句话说，是龙得给我盘着，是虎得给我卧着，与能者上，庸者下，哪个低效哪个高效，不是很清楚吗？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王亚南在《古代官僚政治研究》中提到，中国2000年的帝制统治是停滞的，社会没有进步。我认同这个观点，王朝更替的循环本身就表明没有发展，只是在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困境中循环。从历史循环的细节可以看出，每次朝代更迭都是固化世袭的低效体制被竞争流动的高效体制所战胜。六国败给秦国，是血统制输给了选拔制；大清输给大英，是封建制败于市场制。秦至清的朝代更替虽没有制度创新，但都有一个逻辑：流动性强的新官僚取代流动性差的旧官僚。那么什么是公平？在竞争中实现能者上，庸者下就是公平，
这源于人们对社会进步的朴素追求。世袭为何不公平？因为世袭缺乏效率，会导致社会走向衰败。实际上，效率与公平是一体的。举个例子，有个部落靠捕猎兔子为生，有个叫后羿的天赋极高，一天能捕10只兔子，还有10名普通猎手，每人每天只能捕1只。现在有一把神弓，谁得到它效率就能提升10倍。若给后羿，部落一天能捕10乘以10加10乘以1等于110只兔子，若给普通猎手，只能捕到10加1乘以10加9等于29只兔子。把弓给后羿，这算是为效率牺牲公平吗？当然不是，这种分配既有效率又公平。这里的公平不在于让每个人轮流使用神弓，而是要确定谁是后羿那样的人才。所谓机会公平，是指每个人都有相同的发展机会，也许你就是后羿呢，而不是由某人随意决定把弓给谁。也就是说，把资源分配给能更好利用资源的人，既保证了效率，又体现了公平。公平的机制能极大提升效率，是发展的源泉。2. 现代社会的分层机制。现代社会之所以超越古代社会，是因为更公平。现代社会的分层机制有哪些呢？1. 考试、文凭、学位。2. 熟人关系、思绪格局。3. 年功制、熬资历。4. 绩效。5. 市场竞争。6. 选举。具体细节不多说，大家都身处其中，能体会到。上述机制中，哪些是公平且有效率的呢？按照能者上、庸者下的竞争原则，考试、绩效、市场竞争、选举是公平且有效率的分层机制。李强老师在《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中阐述了改革开放40年来分层机制的变化，主要有3条脉络。1. 用市场竞争取代计划分配。2. 用干出绩效替代熬资历。3. 用高考替换身份审查和领导推荐。关于高考，值得一提的是，改革开放时恢复高考的配套措施，最初提出的16字方针是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后来总设计师考虑后，去掉了领导批准，就是为了减少人为干预，凸显公平。这进一步表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原则上是让公平的部分考试、绩效、市场竞争、选举越来越多，让不公平的部分血统、关系、熬资历越来越少。但也要认识到社会的复杂性，它不是静止不变的，也不是界限分明的，而是处于混沌变化之中。比如我们常说古代黑暗，但古代就没有开明的时候吗？其实也有，例如汉初的非军功不能侯，就是靠绩效晋升的典型。还有司马懿的大儿子司马师，虽是门阀子弟，但很有才能。他做领导时，按才能和功绩提拔下属，他的前任们要么看关系，要么看钱财。他说，那些靠送钱上来的人，目的是捞更多钱，真有事他们肯定躲得远远的。靠关系的人，只会用关系资源与你交换，不会真心追随。只有出身贫寒的人，原本毫无出路，你给了他们机会，他们就会一直和你站在一起，因为没了你，他们就没了出路。明白了吧？这就是见识和领导力。如果你遇到司马师这样的领导，可能会觉得封建也没那么糟，只要敢拼敢干，还是能出人头地的。但你更有可能遇到像袁术那样的领导，为他拼命可能毫无回报。没办法，在人治社会，你得会识人。那现代社会呢？由于历史具有惯性，深厚的历史惯性更大，所以现代社会偶尔出现古代的影子很正常。比如在《人民的名义》中，沙瑞金批评山头主义时，高育良辩解说，在干部人事安排上，主管领导使用熟悉的干部也有道理。熟悉的人，情况了解，用着放心。
后来高育良又批评祁同伟说，你有些事做得太不像话，大字不识的农民都被你安排做协警去看守停车场。祁同伟不在乎地说，哎呀，中国就是个人情社会嘛，我上来了能不管乡亲们吗？高育良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你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下一步你是不是要把村里的野狗都弄来公安局当警犬吃皇粮啊？高育良任用自己的儿子形成势力，祁同伟带着亲戚高升，这不就是变相的门阀、裙带或宗族现象吗？现实中的某些周公子文化水平不高，却能进入一般人很难进入的单位，这又是怎么回事？有些单位发文禁止直系3代应聘，但却可以互相交换安排子女，只要权力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他们总能找到空子可钻。当这种空子越来越大，潜规则就会取代明规则，形成少数人垄断的阶层通道。现代社会的复杂性，除了有历史的影子，无论是社会的横切面还是个人发展的主线，单独来看都是混沌状态，无法简单概括。就拿曾经备受关注的许老板来说，他是恢复高考后的第1届考生，工作后取得不错成绩，后来下海搞房地产，肯定既靠关系又靠竞争。至于后来的扩张成为首富，又是另一回事了。假如你也想借钱成为首富，你能得到那么多银行授信吗？既然复杂社会难以简单概括，那我们就不要一味抱怨。能认真看到这里的朋友，相信你有能力去分析现实，找准策略，付诸行动，而不是遇到挫折就抱怨不公平，占了便宜还觉得委屈，那样会让自己变得狭隘。前者即使再给他机会，他也把握不住，后者容易把运气当实力，把机遇当陷阱。3. 走出底层，成为中产。你真正需要把握的有2点，一是目标，2是方法。首先要确定目标，不一定要有大丈夫当如是也那样的远大志向，有个阶段性的小目标就行。假如你穿越回去，告诉刚毕业的许老板，你以后会成为首富，公司名字我都给你想好了，叫恒大。他会不会觉得你是骗子？他的成功是一步步积累起来的，每上一个台阶，随着视野和认知的更新，就会开启下一个阶段的目标，所以不要急于求成。其次，你要从复杂的社会运转中找出阶层流动的真实情况，然后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去追求自己的目标，而不是盲目行动。什么叫充分了解？在古代，如果你是有钱有势的2代，你可以找袁术那样的领导，晋升快且风险低。如果没钱没势，那就找司马师那样的领导，踏踏实实的跟着干，积累经验和业绩。关键是要能分辨谁是司马师，谁是袁术，因为几乎所有人都想让你为他效力，而你只有一次机会。现代社会也是同样道理，家境好的人有更多资源和规划。这里主要说说家境不好的人如何向上发展。一般来说，家境不好意味着没有关系，即使有关系也难以转化为实际帮助，基本等同于没关系。没关系就要靠自己，所以要把靠自己这3个字深深印在脑海里。对于走出底层的人来说，自我奋斗的意识至关重要。看看你周围，很多人陷入等靠要的思维模式，环境靠别人创造，机会等别人给予，遇到困难总是说我没有，我不是，我不如，而不是思考如何解决。稍微遇到挫折或委屈，就渴望别人关心、关注、理解，不停地抱怨，连内耗都摆脱不了，更别说克服后面的重重困难了，怎么能走出底层呢？而且要知道，剥削制度往往伴随着精神控制，底层社会不可能是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世外桃源，底层的生活常态是艰难的。第6个孩子能帮忙干活了，但还是吃不饱，到处都需要钱，没有固定的规则，底层的人大概只觉得苦，却难以形容。也就是说，底层在物质和精神上都受到剥削，这样的环境不仅存在内耗，还充满互相伤害，而且这种伤害往往是下意识、习惯性的，比如攀比、嫉妒别人有，嘲笑别人无。
更常见的情况是，他们会用别人都这样的逻辑来要求你符合他们的标准，做一个好孩子、好丈夫、好妻子。要命的是，你有时也会不自觉地陷入这种思维模式，从而忘记自己的目标和优势，最终变得平庸。所以要时刻提醒自己，靠自己，因为那些深陷底层的人，他们所谓的经验往往是如何维持底层生活，比如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是金子在哪里都能发光。这些话真的是在教你如何成为人上人，如何变成金子吗？不对，前一句是哄你多吃苦，后一句是让你忽视环境的影响。难道在烂泥里能发光吗？如果不能发光，那就不是金子。所以只有当你能真正做到靠自己，信自己，才算走出新手村。然后你要找到自己的发展方向，形象地说，就是找到属于你的司马师。在人治社会，司马师这样的领导代表着公平、效率和机会。而在契约社会，你要寻找的是有竞争的平台。实际上，司马师之所以是司马师，也是因为他要竞争。如果争不过曹爽，被灭三族的就是司马家。所以关键是竞争，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就是你上升的机会。就算你是智商、颜值都很高的人，也要在市场中体现出价值，不是吗？竞争机会在哪里？在考试、绩效和市场中，那些靠血缘、关系、资历、金钱的领域，不是你的主场，不要在那里浪费精力去抱怨。有人会说，你这不是鼓励内卷吗？内卷这么痛苦，你怎么这样说？首先要清楚自己的位置，你还有别的选择吗？就拿高考来说，高考很辛苦，那你说什么更好？出国留学可能没那么卷，还能学到实际东西，弄个香港身份，参加华侨生联考也不错，名校的难度会低很多，自主招生也行，懂得运作的话，通过健美操也可能进入清华。但这些路径适合你吗？张桂梅校长说过，不是不知道背书刷题对孩子成长不好，但没有别的办法。楚音也说过，穷人的孩子应该学医，因为难学辛苦，所以二代们不会去。后来张雪峰建议普通家庭的孩子学医学金融，也是这个意思。金融靠关系，你没关系怎么竞争？医科靠技术，再有权势的人看病也想找技术好的，而不是靠关系的，甚至还要避开那些靠关系的。记住，让你内卷的不是高考，甚至不是应试制度，而是有人利用潜规则侵占明规则的空间，挤压你上升的通道，所以你才觉得越来越卷，越来越压抑。但有些不明事理的人只看到内卷不好，高考内卷，就说高考不好，甚至骂高考。如果不走高考这条路，走领导批准和推荐，你有机会吗？走综合素质路线。美国大学看综合素质，很多人花几十万给孩子包装、规划、设计活动、培训、面试，你怎么和他们比综合素质？清醒一点，你应该批判的不是高考这样的明规则，而是除明规则之外的排挤竞争的潜规则。有人鼓动取消明规则，或者污名化靠明规则上升的人，对谁最有利？当然是对能走潜规则的人有利，而有些不明就里的人还跟着起哄。要消除内卷，不是要取消竞争机制，而是要消除非竞争机制，推荐、熟人关系、资历、金钱，然后从教育的本质出发，真正做到培养人，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消磨人。当然，你也可以把价值提升到最高，消除阶级社会，那就不用卷了。这个我双手欢迎，但在理想社会到来之前，要明白，有公平竞争的地方，才有普通人的机会。回到自身，你要具备的竞争要素是什么？一，你有优势的领域。二，集中的注意力。三，简洁有力的展示。四，概率思维。竞争要赢，首先要选择进入你有相对优势的领域。有优势做得好，得到鼓励、正反馈，更想做得更好，更有优势。看到了吗？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其次，培养和扩大优势，
需要你集中注意力，不被内耗和低级娱乐干扰。然后什么叫有优势？如果你的优势是靠领导打分，那你不得不去迎合。迎合难道不是一种卷吗？你能做到迎合，就有人能做到更过分的迎合。有次我接到一个咨询，对方是个大专老师，他说有个同事为了评职称，每个周末都让老公陪领导钓鱼。我说那还不如放弃，她能让老公陪钓鱼，别人就能让老公陪打牌陪逛街。如果靠这种方式晋升，完全看领导心情，他心情好你就好，心情不好你就不好。用闰土的话讲，叫没有定规，这样卷，就算赢了也是输，不如放弃，这样天地更宽广，生活质量也能明显提高。所以去有定规、有明确标准的领域竞争很重要，只有当决定权不在少数人手中，才有可能做到公平。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要学会用概率思维做选择，千万不要头脑发热，被人一忽悠就盲目相信努力就能成功，是金子在哪里都能发光。我不是没听过那些逆袭的励志故事，比如工厂流水线上的女孩通过自学拿到了谷歌的 offer， 还有那位从中专一路读到 MIT 博士的同学，这些我都很钦佩。但你要知道，女孩能拿到谷歌 offer 的关键不在于她在工厂流水线工作，而在于她的自学。同学能被 MIT 录取，不在于他毕业于中专，而在于他勤奋好学。如果他们有更高的起点，更好的环境，他们所走的弯路和付出的艰辛会少很多，成功的概率也会大很多。很多事我们不仅要知道是什么，还要知道为什么，更要知道应该怎么做。但也有人说，知道了又有什么用呢？什么都改变不了。公平是人类社会建设的最高追求，但有些人习惯了现状，你给他更好的，他反而不适应，你跟他说要付出努力才能得到，他可能就放弃了，这就是现实。要知道，任何问题的改善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市场最有效率的地方就在于我们每个人都在用行动选择，选出你想要的世界，所以只要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就是有用的。有人会问，什么是最有利的选择？如果你和我一样是没有关系、没有背景的普通人，那么毫无疑问，选择竞争、选择流动、选择市场、选择公平，是对你最有利的选择，也是这些年年轻人孔雀东南飞的根本逻辑。李强老师在《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中统计了改革开放40年来底层向中层突破确定性最高的几条路径。底层向中层跃升的高概率路径包括教育、综合管理、专业人才、工人、体力工人、高技术工人。目前缺乏技术评定和身份晋升的科学流程。市场进入门槛最低，但风险最大。竞争的市场排斥垄断、寡头和托拉斯，需要良好的法治环境、规则及稳定的预期。城市化，大城市的陌生人社会使契约社会相对更公平。大城市中层比例更高，很多人从小生意做起，跻身中产。最后，我们来梳理一下今天的内容。一，我们在历史上曾追求结果公平，如今更重视程序公平。二，程序公平意味着制度公平、机会公平，即每个人都应有相同的发展机会。也许你就是有才能的人呢，而不是由某人随意决定资源分配。三，然而，当权者若想稳固地位，必然要掌控赏罚体系，因为如果年轻人仅依靠制度就能晋升，就不会对他们产生依附，阶层社会本身就会破坏程序公平，使制度为人质让步。四，人治的自私性会导致上层通道变为世袭，陷入固化和低效，最终在竞争中失败。五，效率与公平是统一的，有公平才有高效率。六，社会的进步源于让公平的部分，考试、绩效、市场竞争、选举越来越多，让不公平的部分，血统、关系、熬资历越来越少。
7. 内卷并非真正的竞争，而是明规则的空间被潜规则挤压，导致上升路径变窄。8. 消除内卷不是要消除竞争机制，而是要消除非竞争机制，推荐、熟人关系、资历、金钱。9. 有公平竞争的地方，普通人才有向上攀升的机会，这就是孔雀东南飞的原因。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